世界上最奇特的10个居住地。第1名据说仅靠墙上的一砖一瓦就可以换市区一套房。我们习惯了目之所及的高楼大厦，但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人选择住在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方。这些地点有的是随时喷发的火山旁，有的仅有1/3足球场大，却住着1000多人，还有的海拔超过5100米，居民平均活不过35岁，还有整个小镇的人都挤在这栋楼里，或者整个小镇地下之火60年不灭，甚至还有和白骨住在一起的。这些难以理解的生活地点究竟是什么造成的？那里又藏有什么秘密？今天就点赞关注后，跟着阿军一起揭开他们神秘面纱吧。第10名，火山下的小镇。在日本南部有一座名为青之岛的活火山岛，居然有200多居民在此处居住。这座岛虽然风景优美，但却随时可能有喷发的危险，被日本气象厅认定为 C 级活火山。现在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座双层火山口，但2018年的最新科考结果显示，却是4层火山结构。从内到外，火山口中有另一个火山口，有点类似套娃一样，一层套着一层。日本有学者曾在2战期间登岛勘测过，鉴定青之岛诞生于约250万年前的海底火山喷发，其喷发总次数在500至600次之间。目前能够肉眼看见的火山口就是最中间的那个，它形成于3000年前的一次喷发，且在1652年至1785年间一共爆发了25次，这爆发频率是相当高了。据记载，在1785年的喷发中，导致当时岛上160多人丧生，不过后来就没有再爆发过，因此后续又有人陆陆续续搬到岛上居住，目前也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村子之一。火山虽然200多年没有喷发，但也会有热气从地下散出，居民们利用这些热气制作天然烧烤炉，并且这座岛还有一个奇怪的规矩，就是当女人经期的时候是不被允许登岛的。他们认为这是对海神的不敬，可能会惹怒海神，导致火山再次爆发，所以也被称为男之岛。而且这个传说还跟徐福带去的童男童女有关系，至于具体原因，评论区有大神会告诉你。第9名，最拥挤的岛屿。在东非高原的维多利亚湖，非洲肯尼亚和乌干达边界上有一个这样的小岛，它仅有1/3足球场大小，却居住着超过1000人，人均土地面积不到2平米。这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岛屿米金哥岛。这座岛屿的归属之前一直争论不休，肯尼亚和乌干达都宣称是自己的，直到2016年两国达成协议，米金哥岛属于肯尼亚，但小岛附近的水域是乌干达的。岛上设施简陋，没有电，水源只能是雨水，并且没有医院，但却怪异的有4家妓院。即便如此，但当地居民依然挤破头的想到岛上居住，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该岛下的维多利亚湖渔产丰富，特别是尼罗河鲈鱼和罗非鱼在当地的销路特别好。统计下来，在这里打鱼的收入比上岸打工每月还要高3倍左右。毕竟比起拥挤，贫穷才更加可怕。其实在1线城市每天拥挤地铁上班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？不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到，其实旁边还有一座更大的岛。如果只是为了打鱼，为什么不搬到那边去呢？据当地居民了解，那座岛名叫尤金哥岛，是当地著名的恶魔之岛。在当地传说中，一旦搬到该岛去，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因此也就造成了米金哥岛拥挤不堪，而不远处的尤金哥岛却一片荒芜，没有半点人烟的奇怪景象。当然，还有一点是因为该岛依靠拥挤成为了世界之最，来此地旅游打卡的人不少，也能增加居民的收入。各种原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这样一幅奇幻的画面。第8名，海拔最高的小镇。在南美洲脊梁安第斯山脉，
有一座海拔5100米的城市，有7万人在这里生活，他们平均寿命只有35岁。这里毒气弥漫，终年严寒，空气稀薄。你或许会想，为什么他们不搬离呢？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钱。在这片白雪皑皑的山里，覆盖着大量的黄金矿。这里设施简陋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垃圾处理系统和下水道，山里随处可见垃圾和污水，而且还有严重的汞污染。黄金的提炼需要用到汞，它产生的蒸汽是有毒的，并且还会污染水源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里居民基本活不过35岁。随着金价的上涨，它就像毒药一样，引诱着人们前仆后继地为它送命。这些工人都是被雇佣的，但没有工资。你应该会问，为什么没有工资还这么多人干活？当然是因为雇主允许他们每个月的1-2天可以在4小时内随意搬出矿井里的矿石，这些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。这相当于开盲盒，运气好就能赚几百上千美金，不好的话就1个月白干。不过从这里的人数你也能猜到，至少这是赚的，不然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？由于地处偏远，基本没什么法律约束，这里经常发生抢劫黄金事件，而且还有不少女性被人贩子贩卖到这里，没收证件，在酒吧从事一些肮脏工作。所以只要这里依然有黄金存在，或许这些现象依然不会消失。第7名，一栋楼就是一个镇。你能想象一整个小镇所有的居民全都住在这一栋楼里面吗？它在美国的阿拉斯加的极寒地带，小镇名叫惠蒂尔。小镇与外界连通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条全长4公里的阴森隧道，并且每天只开放几个小时。而这栋大楼名叫比吉奇堡，里面居住着超过200居民，也就是小镇所有居民。这里原本是冷战时期美军的基地，直到60、70年代搬走，后来居民才搬进来居住。但刚搬来不久，就发生了9.2级地震和海啸，导致小镇所有建筑全部摧毁。但这栋楼却是按照军营堡垒标准设计，所以唯独它幸存下来。渐渐的，存活下来的人们就搬到了这里，经过几十年发展，才有了如今的名声。比吉奇堡一共有150个房间，里面一应俱全，拥有包括警察局、学校、邮局、办公楼、杂货店、餐馆、教堂、健身房，甚至是 ATM 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小到一天的吃喝拉撒睡，大到工作学习、服务办事等，基本都能实现。大家基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这里是全美犯罪率最低的小镇，因为当你想犯罪的时候，会想到住隔壁的警察睡了没。在这里基本不用担心上学上班迟到，因为你只需要等个电梯的时间就可以达到。最痛苦的估计还是小孩，因为再也不能以作业忘家里为借口了。最搞笑的是，如果你犯罪被抓进看守所，那也还是在这楼里，跟在家住没啥区别。而且这里还有个奇葩法律，就是在学校152米以内不允许嗑药，但就没有一个地方离学校超过152米。笑。第6名，重庆地火村。在重庆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土地，那里有一处火焰从地下燃烧了60多年不熄灭，这就是重庆长寿区的东门村。地火的面积大概有30平米左右，火焰长期不熄，并且哪怕天上下大雨依然浇不灭，所以附近地面温度非常高，地表也是寸草不生，经常会看到有居民在这里烧水煮饭。一些游客到这里也会拿起大锅秀起自己的厨艺。我想天然气和柴火在当地应该卖得特别不好吧。听当地老人说，地火是大约在70年前，地质勘探的人钻了一个大洞，认为这里地下油气资源不充足，没有开采的价值，于是他们留下了钻井，然后被人无意间点燃了此地，从此就一直燃烧了65年。一样的地火，距离重庆长寿区
不到几十公里路的涪陵区也有一个，它位于涪陵区的木尔湾。这里的地火据说发现的比较偶然，大约在2012年，这位院子主人无意中丢了根烟头在这，然后居然整个墙都燃烧了起来，直接一燃就是10多年。后面才知道里面是页岩气，因此这个地方在网络上火了起来。房主也有经济头脑，把这里圈了起来，当作景点，并向参观者收取5元的卫生费，创收。什么？你不想给钱咋办？那好办，同样是在木尔湾另一个小溪边，你会看到一处水火相融的奇观。这些火从水面飘出，很难被熄灭。小孩们还好奇对着火焰喷水枪。当然，有时候火会灭掉，但你只要看到岸边有水咕噜冒泡，那用打火机一点就会冒火。在溪边一边玩水一边吃烧烤，这氛围感真的是拉满啊！把镜头转到涪陵新庙镇，同样你会看到水里冒出咕噜声，插根管子下去就能点燃管内的页岩气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涪陵会有这么多地火？其实，全中国最大的页岩气田就在涪陵，资源量达到2.1万亿立方米，甚至在全球是除北美以外最大的页岩气田。因为页岩气资源的丰富，所以时不时会有漏网之鱼冒一些出来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第5名，河南地坑院。在河南陕州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景观，你会看到修建在地下的房子，几户人家共享一个露天的院子。进入村庄，你能听见人声、鸡鸣、狗吠，却见不到房子，这就是陕州地坑院。与北京四合院、福建土楼、陕北窑洞并称4绝。当时的人们特别讲究风水，就连院落排列都有严格的要求。像这一片就是按照5行8卦阵来排列的。路面有通往院落的洞口，通常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洞口。像这样的村庄在陕州一带有200多个，有地坑院12000余座，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已有300多年历史。这些被誉为地平线下古村落，民居史上活化石。其实早在4000多年前，轩辕皇帝时期就有了类似的雏形。至于当时的居民为什么要挖地坑建房，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节省成本。地面建房成本较高，所以当地居民就选择这种更经济实惠的方式。而且这种下沉式建筑不仅不占地儿，还坚固耐用，冬暖夏凉，防震抗震，真的佩服以前人们的建设智慧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他们排水该怎么解决？其实这里首先本就处于山上，外面的水可以流向山下，而院子里的水会流向这个地洞里，大概深6到7米，地下是松软的泥土，会吸收这些雨水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被淹的问题。这些院落在2012年，原住民已经都搬出去了，现在变成了展览当地民俗的博物馆。毕竟真和现代建筑相比，还是如今的房子更舒服的。第4名，空中四合院。同样的四合院，不过与陕州相反，这个四合院却建在空中。它位于河北邯郸武安，为了方便顶楼业主出行，甚至还专门修建了高架桥，业主可以开车直接到达院子。但这样的设计也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，因为这样会对楼下的居民产生噪音影响，毕竟车从楼上开过，那震动应该会很明显的。不过这样的设计确实别出心裁。第3名，墓地居民。注意看，这些人居然居住在公墓的顶部，这里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公墓，此地目前有3000人生活在这里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他们出于什么原因在这居住？会不会是因为一些迷信原因？实际上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当地贫富差距巨大，所以这些贫困区的人们没钱支付高额的租金。他们在这里生活，不仅不需要缴纳租金，甚至还催生出帮墓主照看墓地的生意。虽然每年每位仅收取50元左右，
但数量多起来，对他们而言也能解决燃眉之急。他们有的甚至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超过20年了，可以说从出生到结婚生子都在这里度过。或许生活本就不易，只有当自己如同他们一般学居在最黑暗的深渊，方能领悟到生命的真谛。第2名，火山岩住宅。在土耳其的卡帕杜西亚，你会看到这些从地面一根根耸立的石柱。然而这其实也并没啥奇特的，但我如果告诉你，在石柱的里面，甚至石柱的地下曾经有人居住过，你信吗？这些奇异的石头都是由远古时火山喷发的岩浆构成。你别问我为什么是这种形状，问就是这是最接近大自然的形状。 Nice。 石窟内部依然能隐约看到当时人们生活的痕迹，墙壁上还雕琢了一些花纹装饰和一些半圆形石柱。虽然这些石柱只能当作装饰，并不能起到实质性支撑作用，但也算是一种美丽的装修。让我们随着镜头进入地下世界。地下城的第1代居民是4000多年前的赫梯人，随后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，有6万名左右的基督教徒因躲避罗马的迫害，在此地居住，并再次开凿了更多的洞穴。目前发现最深的地下城名叫戴林库尤，最深处有86米，一共有20层左右，但目前向游客开放的只有8层。以当时的技术，只能依靠一些简单的铁器挖掘，能达到如此宏伟的规模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地下城终年维持着13至16度的恒温，虽然环境简陋，但有一个天然空调，也算是不枉费努力的挖掘。为了不让敌人通过，他们特意将通道修得很窄。他们借助楼梯上下各层，里面建有无数的住宅、厨房、水井和一些当时的灶台，还有52个通风管道，以及墓地和公逃跑用的地道，足可容纳上万人居住。目前整个土耳其有200多个地下城，其中有20个地下城对游客开放。第1名，化石村。这里是世界上最贵的村子，全村的一切都是用化石所建，包括房子、厕所，甚至牛棚。这些极其奢侈的房子位于云南石屏县牛街镇，也俗称化石村。你很难相信，一般放在博物馆展览的化石，居然在这个村子随处可见。随便扣一块下来，就能换市区1套房。当然这是玩笑话，哈哈。这里的村民以前都不知道，这些是化石，只是祖祖辈辈都在附近山上开采的石头修的房子。直到2002年，一批地质科学家来此考察，化石村才因此而得名。化石村的化石距今已有 3.75 亿年历史，有珊瑚、苔藓虫、腹足类3大类，均是云南常见化石，不是具有特殊意义需要保护的化石种类，且附近都有化石山，所以也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。有趣的是，这些化石因为都是空心的，所以还能当作乐器演奏出不同的音调，真有古木无人进，山中何处中的神秘感。这里的居民基本人手1块化石，如果这些真的能换成现金，那会是何等的泼天富贵呀！不过如果你要来这里参观，一定要文明旅行，且不可做出挖墙皮的行为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屏幕前的你觉得哪一个居住地才是最奇特的呢？或者你还见过什么更加奇特的住所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，也可以进入我的主页，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的翻拍。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